好了吧，今天这场比赛呢，还是咱们熟知的2002风云再起的。目前呢，在全网里面啊，2002除了 UM 之外呢，最火的就是这个风云再起了。虽然说呢，可能看起来有点变态。当然，在视频的片头呢，咱们大伙儿也可以在应用市场的搜索飞熊视频 APP， 同时呢，也可以在屏幕上扫描这个二维码，然后来下载这个 APP， 在 APP 当中留言呢，可以这个参与抽奖活动吧。好，那么看一下今天的视频。今天这个视频呢，还是来自于咱们的老朋友盛唐啊，就是这个九州战队的盛唐。然后呢，EP 呢是一名叫萧晨全，这个名我不知道怎么想这个名字啊，这个有点怪怪的啊。是他呢给我提供这个录像，其实私人恩怨的啊，当然我呢是没有资格或者没有能力去评论的啊。当然，我觉得一场好的比赛呢，绝对是要有一些这个有一些赌注啊或者之类的东西才能打得稍微好看一点。今天这场比赛确实是非常好看，尽管呢咱们大家伙都知道卢卡尔非常变态啊，但是呢你看完之后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其实也就那么回事儿。卢卡尔呢是机会稍微大了一点，但是他也不是绝对无敌的啊。他的地位呢其实不像咱们这个97里面的超八神或者说大蛇这种类型人物，不像，而且基本上有很多气儿的话呢，咱们这个玩法也不一样。好了，看这个闲话不多说，那第一局上来可以看到这边这个老萧啊，他的这个八神呢发挥的非常好啊，你可以看到我说的是对待对方第一个人物的这个超人啊，就传说中咱们卢卡尔嘛，因为卢卡尔冲头的话属于那种就是1v3的战术。其实现在的风云再起，不管是这个咱们说现在最厉害的老于啊，或者说一些像咱们做过这个极炫战神以及盛唐，包括咱们各种各样的这个牛逼人物啊，其实基本上定型无非就是卢卡尔、八神，这个猴子，尤其是卢卡尔跟猴子，八神都不一定啊。当然也有选这个金家潘，也就基本上见的最多就是这4个人，还有龙二。但龙二呢，好像最顶尖的高手打龙二的话呢，可能就是有一点儿。还是力不从心啊，就是抓机会可能比较少吧啊，因为这个龙二呢，一旦无限气之后，它有一种非常有意思的必杀啊，基本上就是打你就是你防不住，而且呢而且无限取消、无限出招啊，有的时候那个事儿你看完就是挺恶心的啊。有机会呢，也可以让人们打一个这个龙二的视频。好了，看看这边各种这个裸杀啊，这种必杀呢，对于卢卡尔来说，这种裸杀是非常致命，就是对于对手来说非常致命啊！就是说没有什么任何的，基本上没有任何的这个败招啊，练出来就练出来了啊，防住了还是中了还是都怎么样无所谓，对于咱们说没什么影响。可是呢，也不是把都成功，而且你可以看到这边2P盛唐的猴子啊，这一局打得还非常不错。猴子现在为什么说卢卡尔打猴子也不好打？因为猴子本身拳脚方面上，在2002里猴子呢，他并不是说强化了，就这人动作非常快，而且连招起手练超必杀非常的多，加上各种 BC 取消，就是虽然说连招的时候 BC 取消用的比较少，但是呢，他利用这个攻击，然后比如说什么站重腿，马上 BC 取消前下盘2点接必杀，这尤其是超必杀这非常疼的啊！你看下重腿取消起跳。如果要是起跳对方刚 CD 或者乱出招的话呢，这就起跳一个跳重手接必杀，或者跳重手加盘2点接必杀，很凶的。你看这次就是下轻腿站轻手接超必杀，这就死了啊！
这就死了。这个是非常变态的。你可以看到，咱们看一下，两个人往后一跳，起飞过来，原地跳 C， 下 B 站 A 这一下的，好像这个EP呢，他好像是有反应，但是他并没有反应过来这个下轻腿这一下啊。好了，开局一个裸，0比1领先。这个盛唐呢是开门大吉啊。看一下人员8神，好了，一个冲击波前冲，这个前冲它是一个招，可能第一时间只能取消出 AB， 结果呢想要拉后防啊，基本上是防不住，因为这个必杀这种东西呢，有一种这个定屏的效果，就好比就是你前跑的对方身前，然后呢人家8神练个裸杀或者红丸练个裸杀，就是你已经拉后了，可是你还是防不住。其实最好的方法可以选择 AB 嘛，但是一般人没有想法能防过去。好了，这是一个超必杀，血量非常的多。其实尽管这样，你也可以发现啊，两个人都可以选卢卡尔的话呢，基本上也可以认为就是都有各自的机会吧，除非是那种像跳逆向下轻手2点，然后特殊技BC， 对吧？然后再去打，然后正摇升龙1点接必杀，他除了这招能秒了之外呢，剩下都秒不了。所以说玩法呢，尽管变态吧，但是绝对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这种所谓的无限连。所以卢卡尔呢也就这么回事儿。但是你可以看到，只要防，抓住一个机会，像8神猴子啊，抓住一个机会打你也挺狠。而且本身在刚 CD 或者取消上呢，就是各种利用这个无限，这也不能说无限气儿，严格来讲呢，你只有这个进攻或防守的时候有气儿，但是由于你爆气了之后就不一样了，爆气之后呢会有这个另外的效果啊，你这个就不会加气儿，所以说很嘚儿。咱们看这边又是一个直接的小裸，他这个跳 A 没看明白，后跳 D 一个小气功。你可以看他这个跳中腿，在空中这么长时间，可是这必杀者随便一出啊，任何一个帧数都可以把你打到啊。血虽然说不是太多，但是半管血，你想想多赖吧啊！这还不是超必杀的。好了，战轻攻击，猴子刚才也是很猥琐，打中正攻击之后呢，马上 BC 之后下盘2点接必杀，这次又是抓住一个跳 C， 然后呢这个必杀应该可以打死，应该可以打死吧啊，没死。因为这个卢卡尔可能稍微的血量稍微多一点 ，AB， 哎，这个 C 这个地头啊，这个头技可能看起来有点假啊，觉得好像是想反应，但是没反应过来。两个人都是最后的猴子，看看这一局应该怎么打。好了，飞墙角过来跳 C， 刚完 CD 取消之后呢，居然一个跳 A 来抢空啊！所以说任何人都是想打这个预判。有的时候呢，就是套路呢，在这个套路战呢，在这个游戏当中已经是不重要了，还是拼这个反应速度，还有一些这个心理上的这种感觉。而且猴子你看速度非常快啊，各种小取消。这种游戏也不能轻易刚 CD 加血，这是费血不多的啊。最可耻的是就是呀，容易被骗，你知道吧啊？比如说对方普通攻击马上利用一个废气闪身，也是挺恶心的。回身一刚。哎呦，这个声音怎么玩的啊？好的，这裸杀如果一旦没裸好，其实这里面裸吧也可以，比如说像对方这个空中落地打这种落杀，这个距离掌握好了也可以的。但缺点是，这个尽量啊，还是说利用一些这个标准的这个下盘起手，或者说一些连招，或者说骗对方出失误才可以。但是你可以发现，就基本上这款游戏打到这个猴子对猴子的时候。就是只有2种战术，一种呢是游走抓这个爆发，还有一种呢就是在没血的时候呢，就是没准会练一个满天爬的技能。但那个技能呢，到目前就很少练，因为基本上有的人会挡啊，会防或者会破，甚至呢都可以把你破掉啊。好了，这一套招应该是必死的招式，升龙然后必杀，这是个超必杀啊。前面的血量多，然后最后的血量也多，嚣张的要死。那你看他这个跳臂下轻手。简单啊，因为说这个人呢，套路上啊，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套路。咱们大家伙玩也是一样的，只是可能看起来呢，觉得这个人好赖。其实你要跟他们这些高手玩啊，你选3个卢卡尔都被他打了，我估计都打不过他们普通人啊。好了，一个气功往后拉，这8神现在开始玩心眼了啊。好了，一直在忍。其实也不能说玩心眼儿，毕竟啊，对方的这个气功啊，包括你看这就废了，一个气功骗起跳，然后落地过来呢，一个超必杀，血量非常多。咱们看一下刚才的细节，就是我发一个地气波之后呢，我就直接练必杀了。这时候呢，你肯定会跳，而且他这点赖在哪儿呢？就是如果你不跳，我必杀练完之后呢，我也没什么
我也没什么副作用。这就是说这个人他最恶心的地方。当然现在呢也是打猴子稍微难一点，就是说他打猴子一套招猴子必死，可是呢有的时候不太这就必死啊。因为猴子的防御力基本上属于2002当中非常低的一类人啊，可是呢，这个有的时候他打猴子，相反有的时候抓机会可能抓的不是那么多。来看看这边是每次他都是这个圣堂都是把这个卢卡尔排头，这个如果卢卡尔排头，卢卡尔死了，那感觉这个心情就不太好。好了，这就是打对方前冲，这是一个小必杀，起身再来。不管对方怎么闪过来也没有用啊！回身一刚朝天九，然后爆气，这直接是一个 counter， 原地起跳，战轻手啥的也很凶啊！好了，这个升龙原本是想要抹血，但是EP 也是很聪明，他躲过来之后呢，直接防守，然后打了一个正反手的必杀，接上一个正手，回身再 C 头。其实八神这一局也值了啊，我觉得是还算是值了点儿。然后咱们看看现在这边呢。两个人都是对卢卡尔，看来啊都是把这个猴子放成最后的就是最终的主力。猴子这个人就是现在你但凡我看老于也好，还是看剩下其他的人，包括什么极炫战神他们啊，他们玩这个猴子这个人物啊，就可能就玩风云再起，就不可不练。基本上是除了就是不能说除了卢卡尔，我觉得基本上就是已经是跟卢卡尔差不多。他唯一的缺点呢就是防御力低，加上呢一套招秒不死人而已。可是他的机会抓的也是非常多。啊，如果说一个不选卢卡尔的战争啊，那么猴子应该说是必上的。好，忍一下，跳臂下轻手。卢卡尔呢本身这个人也属于拳脚判定非常变态啊，气功来原地跳地，踢两脚，腿半一个爆气，一个抓，好了，重手反摇腿升龙，反摇腿升龙，反摇腿，直接选择了一个正反 AC 的超必杀。其实接普通必杀啊，这个也是可以的啊，也是非常疼。接普通必杀的最后呢，因为有一个正手，反正你气儿是无限的，无所谓浪费不浪费了啊。2-1之后呢，看一下这一局，这边的这个老肖是有点劣势，因为毕竟剩一个猴子。下盘2点，空中一夹，哎呦我去变小，这个好赖啊！变小的话属于那种就是哎呀，然后偷过来直接下盘2点。其实变小呢就是摁挑衅这个技能，但是这个有的时候看起来确实挺嘚儿啊，看起来啊。而且刚才八神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去防那个下轻腿，下漂亮，下轻啊下重手，然后下上手蓄力的招，马上取消正反臂力，也就是轻腿重腿，然后出必杀。你可以看到这5个气儿直接变成3颗气儿，费2颗气儿了啊！这种招就费2颗气儿。然后人物一上来的话呢，就是送5颗，用完之后呢就不能涨了，除非是最后一个人那种感觉啊。好了，这有爆气的效果，直接一裸，这就是标准的落杀，就打你落地。看来这一局EP是完全有机会可以获胜的。飞扬脚过来，跳过来，你再骗，可是防守还算转防守还是很快的啊。这2P 有没有机会？挠一下，下盘2点被刚 CD 的血量几乎就跟挠痒痒一样啊，就血量非常少。回身一推轻手，再挠一来了，2点轻攻击接必杀，又是变小啊！感觉EP这个变小其实挺恶心的，真的。就是很多人说变小了对这个人物有什么影响吗？严格来说是没有影响的。但是这就好比就是障眼法，这好比你正在玩游戏，你对吧？你正在看电视，电视前面有个小孩挡着你的视线，然后呢最可耻的是你拿遥控器玩游戏，然后呢遥控器还得需要红外线那个，你知道吧？啊，然后他还挡着你，然后你闹心死了。好了，看看这一套连招，这应该是死不了的。最后 K 一个超必杀，但是卢卡尔的防御力非常高。其实呢，这个八神他也不是很变态，而且他呢需要的机会。抓机会的能力也不算低吧，只是打卢卡尔，我觉得稍微来了，哎，再忍，最后一丝血磨都磨死你啊！好了，八神居然没有摸，八神最终呢还是选择了就是忍，然后掏裆手掏死。咱们看看这个百合折起手，然后一顿白光打血呢并不是那么多啊。好了，猴子开始爆气，空中一抢，哎呦我去！啊，八神开始玩拳脚流。下臂，哎，下臂之后这个前冲有点莫名其妙，2P 也是非常不可猜测的练了个超必杀，好的，又是下盘2点接必杀。大家这盛唐这个猴子怎么说打得很诡异吧？我觉得，哎，左上角看不看有个龙2的突击令？
这是龙二是怎么的了？摊事儿了是吧？啊，你摊上大事儿了啊！一个气功，大骚包坑的速度呢是大骚包坑的是瞬发，加上可以蓄力。好的，是想练超必杀，但是直接被升龙。你看这个面对高手啊，这种奥义的必杀呢反而不管用。EP 呢是抓住了升龙的机会，然后马上接一个正手，就是超必杀。来看八神落地。好了，跳 CD 再找前跳，回身一推，哎呦我去！好了，刚过来，前忍一下，哎，这个百合折也能勾到。其实我感觉刚才盛唐还是有点觉得应该是勾不到吧？如果勾到的话，刚才绝对是能靠谱了。回着 AB 闪身，但是收拾到太快，就是忍。看来这个八神想要玩啊，你必须得要忍啊，忍不好不行。这是一个普通的必杀，秒不了人。但是毕竟血量不多，人家还有一个猴子 ，AB 闪身想要抓，结果被反身为地头，直接气功出升龙腿，哇，好赖呀！这个速度好快啊，真的啊，快的确实让人有点微微受不了。好了，比分来到4-1，也就是说EP是连胜4局啊，这个效果还是有点微微的变态了一点。看看这边2P估计是。心里面有点想法啊，正在犹豫应该怎么对抗。其实，在我印象当中，2P呢，他的卢卡尔其实今天发挥的我觉得是不够好啊。之前看他打的卢卡尔的发挥，基本上属于就是极为变态啊，抓什么判定点抓得很准，就是包括裸杀，包括这种就是偷逆向或者偷下盘，都是非常靠谱。好了，这一局2P果然是抓住了这么一个机会，开局。好的，虽然说没有秒，但是最后这个跳 C 打出了这个给人一种打出了转身的效果啊。但其实起身的话，这边EP可能做出的反应不太一样。当然呢啊，这个人物他也是，其实但凡给机会都是能连的差不多，只是卢卡尔能连死而已。跳臂，再踢。好了，这个大升龙，好也就好在对方只是练了个波而已了啊。踢一脚背刚。哎呦，这个气功太快了啊！想抓萧峰，结果被反掏。哎呦我去！最后呢，其实可以练一个必杀，但是没有练，选择接了个战 CD， 一个朝天脚啊！就是我在录制这段视频的时候，就怎么看着这个人怎么像个猴子啊？看看像个大猩猩。裸了一个升龙，看看盛唐这一局开局前跳被踢，跳地一下，直接一裸，哎，但是这次没裸明，完了，这一下死了。升龙啊，这或者直接出超必杀也行，超必杀基本上是。那这血量都基本上是你猜不到的啊！他前面血多，最后那个升龙那2下也是血特别多，所以说抓机会是尤为重要，任何人都是啊。看一下猴子开局一蹲，落地一个气功多少血？我去，我死了 ，KO 5-1，变态啊！这确实是变态。当然呢，这个也是往前再送吧，这玩意儿也就往前再送啊，没办法，你有时候配合，有时候你就是人家倒是没想把你那么快打死，但是你配合你就废了啊，那就太嘚了。好，来看看2个八神，挥花2点，第3点没打中，看来这2P 有想法啊，觉得这个虽然说刚才还是输了，但是他可能把卢卡尔呢排到了第2位，想打乱一下对方的节奏啊，这样的话要死，哎。他没有连招没成功，他本身是可以抓住一个把对方秒杀的机会。如果刚才练出一个必杀的话，再接上正手，那一定会秒死的啊！扣下来，原地跳 CD，EP 开始翻，哎呀，升龙1点，摇正手，这个应该是有点复合指令啊！打中之后取消出必杀，当然打不中就打不中了啊！看看现在卢卡尔 ，AB 闪身。哎呦，这是好机会！重手前倾腿是什么鬼？应该是重手 BC， 他可能是重手 BC 前可能点的有点快，然后点出了轻攻击啊，没点出轻手啊，就只点出轻腿了。当然呢，战机这种东西啊，一旦是浪费了，那么你只能怨自己啊，基本功还是不太扎实。好了，看看2P 开局往后撤，逆向跳臂，哎，咱们看一下，好像2P 有点2P 是松把了，还是摇杆不好使？好了，现在开始反击。刚才
被打的好像有点不会动了啊！回身一刚，再忍一下一臂闪身，连续的闪，但是效果也就那么回事，打法变了啊！我就是能把你打死就行，因为你就是一丝血，完全没有必要非得是抓你一套连招什么的。来看这一局，本身八神打出了一片好的这个天地啊，一下子就被卢卡尔给送了，然后开局又中了一个表必杀，气功过来，又是一个骚包恨，放弃了。这个基本上已经认为翻不了盘，6比1儿童节。2P 呢斗志有点被削了啊，就是斗志稍微的差一点点。当然咱们也不能怪他，因为毕竟呢这款游戏有的时候吧确实太靠节奏，而且呢就互相也不能生气啊。一旦就是格斗最忌讳就是心浮气躁，尤其是像这种就是转瞬即逝的这种游戏，就你可能就一个战绩就非常快给你。啊，给完你之后，你就一子落败，满盘皆输，不像97那种，你剩一丝血反3都是有可能的啊。这个游戏可能就太难了。好了，这个起身练俄斯怎么不防？然后咱们看一下，这是打的一个 perfect 啊，2P 这个8神其实还可以，我觉得2P 连续3局都是获胜，但是仅只是8神获胜而已。好了，这个超必杀死了，应该死了啊！这一下血太多了啊！其实前面那几下确实过瘾，咱们可以看他其实可以接上一个升龙再接必杀，但是他坚信这些血应该能打死对方，所以说想法也就变得不是那么变态了啊，就变得就是很变态了啊，就是让你输刺挠的啊，一个小裸，然后再加上一个气功，嗨吧嘿，什么玩意儿啊？感觉这哥们儿长得像长头发的徐锦江啊，就你们看像不像？好了，下轻手再来，哎，这顶过来。直接反身位出必杀，但是这个必杀是普通必杀啊，血量不是最多的那种。好的，跳过来一顶，那这点血，其实这点血心情也很腾突啊，不知道该怎么打了。因为正常来讲，你要不你剩一大块血也可以，对吧？大不了让你抓一头狠的，我怎么死都行。可是我剩一点血的话，人家打法就不一样，各种出判定高的招式。好了，一顿防，落一道。猴子跳 C 一下下盘3点，直接出必杀。开局打得不错，你看他这一套招呢，虽然说秒不了啊，但一套招半管血打卢卡尔半管血也不容易了。2套招必死，哥哥，你就死了，不用想了。超必杀那就你们看到开头就知道结尾了啊。而当然呢，事实上就是猴子啊，毕竟呢这个人。防御力啊，还是蛮弱的。他唯一牛逼之处就是抓机会特别好抓啊！爆发呢也算是有吧，只是没有无限连而已。好了，看这个非洲来的卢卡尔啊，现在又开始打首发，超必杀，这应该也死了。好的，果然是死了啊！一个 high boss 会，然后再加上一个超必杀裸杀，就直接就裸死。可见啊，确实变态的要死。哎，升龙2点，好了，跳跃攻击落地下盘来了，这就正爻升龙必杀，超必啊！这一下把所有气儿全浪费光了啊！当然，气儿浪费倒无所谓，重要的是把对方秒掉。这样的话，这一局应该说2P他完全用这个卢卡尔啊。打出了风格，打出了水平，其实也没啥风格和水平。他这个人就是一旦他如果打出节奏啊，我觉得就2P打出节奏确实挺恐怖的。当然这一局猴子也并没有让他这么嚣张下去，一套33连，然后前冲站 A 下 B 站 A， 就是他这个偷袭的很准，又来了必杀呢，哥哥，给机会不中用可不行了啊！回身一刚下 B 再找。逆向啊，看得出来啊，想挂那个逆向跳臂，有的人好挂，有人不好挂。最后一点血，看看猴子有什么想法。跳过来直接飞翔脚，其实跳 C 也可以，但是他飞翔脚的目的就是，如果对方收招收得快的话呢，就是防他也死。来看看这些的8神，猴子不能反3吧？我在想啊，轻攻击连续的摸落地，飞翔脚一下。啊，这8神总有点想要逃避的感觉，而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受伤，并且呢打对方了一个反击，下盘3点接必杀，这是要翻盘的节奏。来了一个 C 头，原地跳地，再被飞翔脚，回身一刚。好像8神一开局呢处于一种蒙圈状态啊，
再找这个机会。AB 闪身，前一个萧峰抓过来，重手 BC， 前重手直接反摇腿，升龙反摇腿必杀，好像没死，一丝儿血，果然。哎呦，磨再磨，俄瑟，这不用想了，这种情况下肯定是俄瑟就结束了啊。其实我想说呢，猴子可能到后面也是有点自负了吧啊，他虽然说把八神打成一丝儿血，但是他非常知道啊，猴子这个人呢抓机会是好抓，可是你但凡他抓住的机会都是能连上超必杀的机会。可是他现在不想，你能不能要一个再牛逼的一个判定高的招式？我不想接超必杀了，可是不行啊，你还得按照原先的套路。猴子呢就是固定在这种情况，跳过来。盛唐这一局好的，又是 KO 掉对方第一个人物的八神。卢卡尔这个人打八神，我觉得八神呢只有靠忍啊，对方发波什么的勾引你过去，你就慢慢往前蹭。我估计是只能这样的啊。好了，回身一个刚，站 A 跳过来。好了，各种踢啊！你看，又是一个裸，但是好在卢卡尔跟卢卡尔之间这个跳地啊还是比较变态的，或者说这个裸没裸好，又是一个必杀没打中，反攻一下，就是一顿摇啊！跳地想要打逆向，目的呢太明确了啊！对方已经看穿来了，这就升龙啊，选择接必杀，反正接不接的可以，再打一个升龙，或者直接再出一个。站 CD 反正也可以啊，看看这人的八神，好像现在1P 呢有一个卢卡尔加猴子的优势啊，这就是2P 他如果是卢卡尔死了的话呢，确实挺难办的。但是有猴子在呢，就是这个人呢啊，就是生机无限，真是这样的啊！一个气功 ，AB 闪过来，这就是打防守反击路线了啊，打阵地战，回身一个波。我的八神还挺能忍耐，但是被磨2下就要死来了。哎，哥哥，你老是重手前倾腿，2P不会是用键盘的吧？来看看这边的猴子，戴个绿帽子啊，下重手撩过来，下盘3点，好了。这个时候抓住机会啊，这个一定要把握每一个上帝给你的机会，抓住之后呢，对方就被你挠死啊。落地再下盘3点，好的。看来1P 有点大意。毕竟呢，猴子这个人有时候真的非常出其不意啊，所以1P 刚才心情呢应该是也是挺放松，但是有点太松了啊。两个人都是猴子，这是一场真假美猴王之战啊！回身一刚，挠一下飞翔脚腿把，回身一刚。哎呦我去，这个超必杀看起来好像啊，但是判定点还是不是很高啊。这要是搁97没准就成了。回身刚过来，前轻攻击。连续的站 A， 你看这个站 A 很赖啊！跳跃回身一刚，又是站 A， 超必，哎，这个超必杀看来是有危险，直接反身为裸。1P 感觉刚才有点乱了，他绝对是有点乱了啊！前腿把一忍，哎呦3点了，哎，这啥玩意儿这是？应该是想要点起飞吧？怎么点成下上手了？这一下没打着人，你也取消不了，那懵逼的节奏啊！看得出来，这个游戏这个应该是这样的啊，就是蓄力的话，应该是不需要蓄力。所以说，你看那个金家潘可以下上腿前你的正腿，然后前下上腿正腿，可以这么打啊。7比3连胜2局，2P 呢被打了一个连胜7局的高潮，但是现在呢也是反追2局，看来比赛呢也是逐渐走在正轨上啊。好的，直接一个超必杀，又是 KO 掉了对方第一个人物。感觉1P 这几局啊气势。就包括他前面几局就是获胜的那2局，就是5比1之后6比1、7比1，第一个人物冲头打的都不是很好，又来给机会了。好的，这是一招死的机会，一招能打死的机会啊！但凡被卢卡尔抓住这招，那必死无疑啊！不说吗？说狼若回头啊，就必有缘由啊，不是报恩就是报仇啊！你像这种人，他一旦抓住了机会，那你死的老惨了。必杀，好的，猴子死了，猴子的防御力就不知道低的跟条狗似的啊，就死的很。你就这一局就基本上可以认为就是，我操，这一局过去了，7比4，果然是作为快乐男生啊，果然是很快啊。好的，还是两个人都是一样的人物，这次2P居然连胜3局之后换了。
他选择用八神打首发，开局打的还不错。这什么道理啊？扣过来，前占地，原地起跳，这点血嘚儿了啊 ！AB 好的，重手寨根，走过来，好的，回身再一个站 C。这个要说句实在话啊，感觉1P 确实是一个非常稳的玩家，但是2P 呢，有时候他2P 这个人，我觉得他有一定的创造性啊，但是毕竟还是过于啥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创造性的还是过于局限啊。好了，忍一下，升龙直接撩回来，落地。哦呀，这个 CD， 这绝对是历史上最牛逼的骗 CD 啊！卢卡尔的 CD 都给骗了，死的太惨了，正手。这点血肯定是个扣死的啊！哎呦我去！你看这个百合折骗 CD， 然后回身跳 C， 这，反正我也只能说卢卡尔又能怎么样啊？还是一样的啊！没有任何人能站在金字塔顶端的，除非说你像玩97，你选超八神，你选大蛇，尤其是你选大蛇，你试试啊，对吧？你碰着一个玩大蛇专门玩的好练过的，那基本上玩大蛇的话，那你什么叶枫什么老 K 灰的啊，估计都不好使了啊。好了，看一下7比5，连胜4局啊这边也是连胜4局。看来这个1P也是一时间大意之后啊，就懵逼了。好了，站 CD 一个波，两个人拼八神拼的还蛮来劲儿的啊！踢一脚，跳臂一下，后百合车下盘，漂亮！就说这个2P非常的有创造力嘛，创造力确实是很猛。扣完之后下，哎呀，这个刚夸你2句儿，哎呀，离人那么近干什么呀？当人家萧峰是傻子呀啊！扣过来直接必杀挠2下，这些血不多啊，就最后扣那一下多。其实玩2002，有的人呢都不太喜欢用这个扣，就是哪怕是有气儿，他也不愿意为了这点血啊打血。其实还算是，我觉得还算是可以吧。但有的人有的打法他就不愿意这么玩，因为他觉得不够华丽啊。除非是这一个必杀正好能把对方打死。来看卢卡尔，哎呦我一个波感觉被吸过来，然后直接一个升龙，感觉就是被吸过来的啊，就直接被吸到那个瓶子里面去了啊。好了，跳过来落地下臂，两个人看都是因为血都非常多，两个人除了像那种直接必杀之外呢，就是看看谁能抓住一个狠的，比如说一个跳逆向或者下轻手2点，右裸漂亮，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这点血应该会打没打死，蓄力气功，再蓄力气功吗？没有，跳地。哈哈，要裸的节奏，直接站 A。这个站 A 其实一直啊，从这个卢卡尔这么说吧啊，从卢卡尔我第一次知道卢卡尔呢，并不是95里面知道的，我是在98里知道的。98里面这个卢卡尔就站 A 啊，就这招就特别厉害。好的，跳 A 逆向下盘2点接必杀。好的，下轻手还是跟必杀拼，还是有点扯啊。直接一刚有 counter， 但是接跳跃攻击没接上。好了，再出搜波看，直接升龙。这样的话，2P 是连胜5局7比6。你这么一看，好像不一样了，两个人比分咬近了，好像这个7比1到7比6就是好像就在短短的时间内啊，就是这种感觉来了。1P 终于是在这场比赛当中啊，就基本上在7、8局之内啊，终于在首发8神的过程当中啊，获得了优势。虽然说没有给对方打死，看看这一局空中一抢，前一来，2P 非常响。大哥，这招是蒙的吧，哥哥？他正好是越过了那个无色，我觉得有点蒙的嫌疑啊。来看看红头发，跳地一下，前跳落地下盘2点。哎呦我！其实刚才我觉得他应该可以练出一个必杀的啊，落地偷下盘。套路呢还是比较单一的啊，都是想偷下盘成功，然后特殊技，然后各种接必杀，都是这个想法。好了，普通的一个必杀，前站 A， 再裸，你这个前明显8神前想要出下轻腿下轻手，然后葵花升龙反摇腿升龙，直接出必杀，你都是这个想法，但是
现实很对吧？这个梦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啊。对方这个必杀一练出来，那真是太赖了。气功两个人互波，左右，好的跳地，哎，接不上啊！再后跳第一蹬，一个小气功波，跳过来下轻手来了，哎，这是赤裸裸的机会啊，没有把握住。落地偷下盘，跳地再来，漂亮！这一下终于是可以结束对方5连啊，没有，还有一个人。但是这一局优势实在太大了，因为现在已经是2个人，卢卡尔加猴子。这样的话，如果一旦开局抓住一个机会的话，猴子就死了。好了，跳臂逆向，直接也好。虽然说这只是打了一个普通必杀而已啊，你看这一个普通必杀就跟超必杀似的，猴子的防御力基本上属于没谁的防御力了。好在猴子跳 C 还算狠，哥哥，你这是什你当时我就醉了啊！你这个下盘接正，你怎么接成旋风必杀了？我还觉得这玩意儿挺难摇的，真的。哥我摇我还摇不出来呢啊！好了，8比6，这一下变态啊！来看看2P居然是猴子首发，这个想法比较猥琐。好的，来了机会，这猴子首发这上来要送啊！区内能死吗？能死吗？哎呦，一丢丢血，无私，那肯定还是无私。哎，哥哥，这连续2个站 C， 也真1P也真能想啊！我觉得他这种玩法挺折磨人啊。正常要我肯定是无私。来看看2个8神，跳过来一刚，空中一响。2P 这一局猴子首发完全就是扯啊！气功一下，再找前，哎，这个萧峰看起来好真啊！朝天脚逆向来了，1P 这一下机会掌握的非常不错，正反手的小必杀，然后再接上一个正手，没死，但是刚才确实很帅啊！他有一个钻裆，这个钻裆确实是没谁了。原地跳臂，后一个波，前冲跳过来站臂，一丝血也是不用那么玩，随便玩都可以了啊！咱们看一下前掏裆手，空中一响，朝天脚 BC 爆气钻裆。他朝天脚瞬间能收招，是一般人想象不到啊！所以说在空中那么一瞬间，感觉2P 就懵了。跳臂逆向 AB 闪身，但是现在2P 只剩下一个卢卡尔，这局看看能不能抓住好的机会。落地偷下盘，回身一刚，哎呦，就是跑啊！哎呦，机会，这个。没想到1P能捡着一个漏，但是虽然说最后并没有打出爆发啊，落地偷下盘，但是太过于真实，人都已经猜到了，原地起跳，就蹲那儿。好了，跳地逆向来了，是千呼万唤使出来啊，就是这个节奏了。但是尽管卢卡尔啊，反正是翻盘能力有吗？也有，不对方也不是没有啊，这种情况下还是看能力。太极跳地一个裸来了，9比6啊！这绝对是96的节奏，69啊，69就是2人特别亲近，96就是背靠背啊。来看看选人的方式还是没有变化。2P 呢已经是2P 最牛逼，就是连胜5局，然后现在又让对方连胜2局，比分来到9比6，只有连胜4局呢才能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咱们看一下2P能够力挽狂来了，这个漂亮！跳地逆向重手，然后起手爆气接臂接招，这一套就把对方打死了啊！这个确实是没办法形容啊！跳地打得过于嚣张，而且还打出了类似于像一套那种感觉。来看看这边的卢卡尔，有点心有点急，跳地前跳 CD 过来，跳臂重手，哎呦我天！1P 好像士气受到了打击，但同样作为人啊，你会发现这个。一个牛逼的连招啊，打人的血量是不一样的。卢卡尔就现在有一堆血，掏裆手，人家起跳落地 C 头，我去，这都能想得到啊！反正这也是醉了 ，perfect。看来啊，没有绝对的赖啊，还得是有一定技术在里面。掏裆手腿把，跳地一挠，哎呀，太假了！这个萧峰，你要说抓个什么？哎呀，怎么说呢？你抓猴子不好抓，猴子特别愿意跳啊！跳过来之后起飞，回马枪，飞翔脚，正好飞死了。这个血量还是蛮可观的啊！
你看这点血的话，飞翔脚正好打3连。卢卡尔，哎呦我去，开局送大礼包，看来是有翻盘的机会啊！跳过来一闪 ，AB 闪身，至于再，哎呀，不能了，这一下就没有翻盘机会了。看看这个猴子，原地起跳，哎呀，这2个人怎么你一杯我一杯，谁也不认识谁，就那种感觉啊！再要升龙吗？不敢起跳，猴子不敢起跳啊！气功，往后拉，哎呦我去，一个跳 C， 死的就是这个结局，谁都没有想到啊！来看啊，这2个人都猴子，但是一个基本上属于残血。飞翔脚，原地起跳一勾，回身一刚。哎呦我去，这就是标准的落杀，半管血，也是挺恐怖。再来一个就死了。飞翔脚一下爆气，你这个是纯靠跟着感觉走，请你拉住我的手。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就这种感觉啊！你怎么跟着感觉走呢？你这感觉也不行啊！好了，这个百合折过来一下，远距离，2个人9比7啊！2P 现在属于什么呢？属于这种是发愤图强期啊！看看能不能翻盘。好了，回身一掏，最后这点血，空中一个抢。再踢过来，前，哎呀，这回他又没想到前消风了啊！这局2个人拼得很实在，感觉好像跟打正常的这个02差不多。下盘2点，好的来了，葵花2式之后呢，直接白光取消出秦月音。当然这一局其实我个人觉得也就那么回事啊，谁也不一定能占到便宜。不过2P 的这点血，看看开局能不能给一个好的，果然是给一个大礼包。这样的话，对方一大半管血直接就没了。不要 Q 妹，这一下也是大半管血，看没看见？哎呦，又来了！1P 这个升龙，大哥，你这个升龙，我只能说啊，你太够意思了。作为哥们儿来讲啊，这个现在你是赛点，频繁给对手创造这个机会，我觉得也是醉了。当然，咱们看一下他对自己的猴子应该是非常有信心吧。跳 CD 过来，飞翔脚一片，哎呀，直接出升龙，空中跳跃被踢。猴子抢空还是蛮给劲儿的啊！下重手，飞翔脚轻攻击，飞翔脚一丝血，这超必杀，哎，好了，8神非常快啊！明明是一个旋风，他能从旋风当中窜过去，我也是醉了。但是窜是窜，可是你奥义是奥义，可是你最后还是没跑了啊！好了，变小变小也必杀，不用想，升龙一下，但是。待会儿也懂的啊，升龙挡住之后呢，直接摇必杀就可以，冲过去跟进，左右一下再跟，起飞再挠。哎，这个1P 的猴子确实很给劲儿啊！回身一刚，一个猴子给卢卡尔打破防了，也是醉了。又是一个超必杀，这个血量应该刚刚好吧？没有，差一丢丢。起身想要裸，1P 的心理素质绝对是2P 比不了的。我觉得2P 啊，就是打这个游戏有点什么呢？有点就是带有情绪在里面啊，发挥的好了，这发挥不好了，可能就是有点什么偏激啊。就当然跟我也差不多，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就是有点什么呢？就玩的时候呢，凭自己的就一股子这种气儿来打，这个气儿就是有点就受不了，就是我操，我他妈一丝血我还整不死你那种感觉啊。当然这一局2个人都是猴子的话，2P 还是占有绝对的优势，战胜一丝血呀。飞翔脚磨也行，是干也行，直接起飞，超必杀2点3点，好了，挠过来直接一炸，空中团身，他这个团身还没有出判定啊，1P 被这个团身一下打懵逼了，9比8的比分，看来这个比赛鹿死谁手啊，还犹未可知的啊，这个东西确实是啊，来看看怎么去排人，8神对8神。2P 还是有一定想法的，跳过来之后萧峰没成，前一追人，好的1P抓住了一个开局的好机会，这一下呢就至于把对方打成了残废，基本上连招都是这样的啊，大半管血，这哎呀，拱手又送给了对方一套，
对方这是练了一个超必杀，前4下血非常多，最后再一扣1丝血。好的，往后拉一个波，前跳臂升龙，他这个挺赖啊，前跳臂出升龙，怎么地我也是给你兑血，反正你不合适，特别赖啊。这边呢，卢卡尔作为一个红裤子的专家啊，你这是在搞毛啊，小伙儿！这个必杀练出来之后，我觉得EP的心都凉了啊。好了，一个标准式的8神连招，前萧峰，这个萧峰看起来好像就是想要抓空气啊，给人一种想要抓空气的感觉，离那么老远，你说？好了，看卢卡尔，跳跃攻击，回身一刚，这是来了，直接特殊技起手啊！直接特殊技起手，就反正呢，这个升龙不是乱练的，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呢，你打出升龙来，一旦人家防住了之后，是给人推的挺远，但是有的人不一样，像刚才他是特殊技起手，然后 BC 取消出招，一下就可以抓住这么一个可以出爆发的机会来了。9比9，两个人打成了 S 战，也就是说前面18局呢都是铺垫，真正能够分出胜负的就是最后一局。这个比赛也是醉了啊！最开始是7比1的比分，2P 也是坚持不懈。但尽管这样的话，咱们这一次到底谁赢谁输，咱们还要看一看，等一等啊。两个8神，好了，跳地朝天脚逆向，这招在刚才呢是看到过一次，但是这次呢2P 明显是做出了非常好的准备，可是又是让1P抓住了很好的机会，尽管不至于秒杀。看看这点血量，忍一下，一个波，然后看看挠过来，原地起跳，这个萧峰。这个萧峰有点怎么说呢？有点也是那种凭着一股子气儿来打的啊！没想到还猜得非常准。前跳 Z 逆向再跳，好的，这一个满血的8神就被2P 给卯上了啊！就老子给你卯上了那种感觉啊！他这1P心里也是受一定影响。不过好在卢卡尔这次交换位置之后呢，来了一个落杀，这样的话看看。都是同一起跑线，卢卡尔猴子殿后，跳臂，哎呦，这个升龙很危险啊！前跳踢一脚，回身一个暴气，直接回身一裸，再暴气，由于气儿多啊，就是开场5颗气儿的感觉，也爆过来，回身一裸没有气儿了，忍一下2点，跳臂再逆向，哎呀，下轻手打中了呀！1P 刚才一定是非常伤心啊！这么好的一个机会，结果没想到能打中。两个人，你看最后一局果然不同凡响，两个人绝对是不是那么太随意了，都是紧张起来了啊！跳跃攻击，落地偷下盘，哎呦来了，这一下就给人一种绝望的感觉，而且1P还练了一个快递员的必杀，最后只剩下一个猴子，看看2P 怎么办。当然，猴子的翻盘能力大伙也是知道的啊。前跳逆向 ，AB 完了，结束了。好了啊，这个感谢大伙来收看，真的是死了，不用想，这一下就死了，没招了啊！选猴子就要付出这样的代价啊，人就是这样的嘛啊！好了，最终呢，咱们也是在这个，我估计听完这个视频呢，大家伙可能有大部分人都是在夜晚度过，又是小王你这个人太催眠了。我想说啊，这个改明儿我高低出一个专辑啊，必须得出啊，催眠专辑。啊，就是当然，就大家伙最近一整留言老说，哎呀，小兰你那什么《三国战记》刷分又什么这那的，我只能说，哎呀，我现在正给自己积攒勇气呢啊！如果大家伙能支持我啊，多给我订个阅，多给我留个言啥的啊，我这个心，我没准我一拼，我高低我给你整一个啊！当然，这个给我点思想准备啊，给我点思想准备。好了，那么这场比赛呢，也是我觉得还是很精彩的。毕竟呢，这款游戏没有那么大的差距，两个人都是竭尽了乳汁才能获得比赛这样的成绩。尽管最后呢，其实分出胜负已经不重要了，但是毕竟啊，这个大家伙呢也是怎么说呢？可能看得过于，有的是觉得爽，有的觉得哎呀赖。但是不管怎么样吧，大家伙呢一定要支持一下，这样呢就是每一个格斗领域的玩家呢理解都不一样，大家伙呢也可以去体验一下。好了，那么今天的视频也是暂时到这里就结束，希望大家伙继续支持小狼解说，咱们下期再见。